你问我居家隔离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？我问你，居家隔离为什么不应该穿成这个样子？我那条灰色的睡裤已经穿了5天，我就是要用我光鲜亮丽的外表来掩饰我内心的不开心。今天特别打扮了一下，要来做些什么事呢？完全没事。您问我有开心一点吗？我觉得非常有效，我现在已经开心多了。我要当最美丽的外送人员。Babe, are you up? Do you want anything? Do you want coffee? 但是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，其实我已经2天没有洗澡了。其实我有个好消息，好消息是我没有冠状病毒。我今天早上收到了我的检测结果，我是阴性的，所以这是好消息。坏消息是我必须要比我老公隔离多4天。这是我们这边的规定，就是你如果确诊以后呢，你就是要隔离10天。但是你如果没有确诊，但是你有被感染的可能性的话呢，你必须要从可能被感染的那一天开始算起，居家隔离14天呀。所以呢，没有得病的我会比我老公被关禁闭更久。这什么世界啊？但是既然这是政府规定的，就是要听从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保护身边所有的人。这也代表我老公去在医院上班以后回来的一些清理、清洁措施是不错的。因为呢，我竟然能够跟他住在一起，还没有确诊。今天是浇花的日子，所以呢，顺便我想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我们家所有的植物。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棵叫做 Mr. Monster， 它的小名叫做 Mr. Monster， 其实它的真名叫做 Monstera。我们购买它的时候其实还蛮小一颗的，但是在我的爱护之下，它渐渐的长大成人，从一个小 Monster 变成一个中 Monster。Hi Monstera。其实我对室内植物不是非常的了解，纯粹只是喜欢在家有很多植物。自从我跟我老公从西雅图搬到加州以后，我老公就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想要觉得住在一个森林里面。再来，我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放在这边的所有植物。这是一个兰花，它已经2年没有开花了。下面又是2颗兰花，这2颗已经1年没有开花了。我老公每一年情人节就会送我一盆兰花，通常这些兰花都会存活下来。花谢了以后，把它的茎剪掉，然后隔年还会再长出花。但是今年他们累了，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过了一个不是很开心的2020年。但是依照我之前养兰花的经验，就是你如果想要兰花再一次每年都开花的话，你一定要给它兰花的食物 orchid food。 这个兰花食物我通常是1个礼拜给它1次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般的水。至于下面这一盆，为什么我放在下面你们看不见呢？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很漂亮。它是我们在 Costco 当时3盆植物卖15块钱，觉得非常的划得来而买下它的。但是买下以后觉得它没有特别的美，因此没有受到我特别的照顾。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也没有长得特别的漂亮。其实植物是有感情的，你越爱护它，它就会长得越开心。但是因为它受到了我的冷落，给它浇点水，我就把它放回最底层。再来呢，这一颗叫做 Strings of Pearls 珍珠项链。想当然，它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条绿色的珍珠项链。这个 Strings of Pearls 其实人生经历十分坎坷。我买它的时候Spider 一开始我买到它的时候，超爱。然后结果呢，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发现它身上有虫，就是那种喜欢吃这种succulent 的虫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去买一个东西叫做 neem oil 来把那个虫给弄掉。但是因为我怕它身上虫会感染到其他植物，所以我就把它流放到外面。然后它在外面一阵子以后虫没了，结果外面太热，所以呢就干了差不多一半，我才发现它快死了，赶快把它抓进来，然后终于把它救活了。You wanna come up?
这个架子上剩下最后一个还尚未和大家介绍的，就是最新成员，我们的 Staghorn Fern。如果有看我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就会看到我把它挂起来的过程。这是我养的植物当中最有心得的一个植物，因为我们买到它的时候其实是它大小的一半，然后过了差不多6个月以后，竟然长了双倍的叶子，而且看起来还挺开心的。从原本只有叶子而已，到现在竟然长出了它的保护叶。Oh, so good! My first baby Staghorn Fern. I love you. I do. Yes, I do. Yes. 也许就是因为我给它比较多的爱，所以它长得比较好。我发现，依照我的经历，就是我大概每1个2个月把这种大片叶子把灰尘擦掉以后呢，它们就会长出新的叶子。Grace 的植物小角落最后一颗就是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。其实它有个俗称，但是它的俗称不是很好听，我们就不需要跟大家分享了。其实它原本的颜色是比较银色的，没有那么的红。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把它放在外面放了几个礼拜，稍稍把它晒伤，就变成这种紫红色。这一棵植物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好养，而且随便插枝随便长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我后面的这一盆。这个植物跟刚刚那个红色的植物是一样的植物，而且呢，这棵是刚刚那棵植物的小 baby。我之前从那一盆植物剪了差不多大概这样子20公分左右的长度，插到这个瓶子里面以后，过了2、3个礼拜以后，它就开始生根，然后就快速成长。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一盆几乎是红色，但是它如果是健康的话，其实是长这个样子。它的颜色是有红也有银色，然后它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们买它的原因，就是它叶子上面有小小的银色的毛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把您的注意力转向我右边的这2棵植物。在我最右手边这棵叫做 Fiddle Fig Leaf， 它是在过去5到10年内大家最受欢迎的室内植物。Fiddle Fig Tree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牌的植物，也许是因为它知道它非常的受到欢迎，因此它也非常的难照顾。太多水它不开心，太少水它也不开心。有时候它喜欢在室内，有时候它喜欢在室外。当它叶子上出现咖啡色一块一块的颜色时，也许是因为水浇太多，也许是因为水浇太少，常常让人捉摸不定。而我的 Fiddle Fig 在去年也差点过世。你看它这个树干中间一片叶子都没有，因为它那时非常的不开心，一天掉一片叶子。我那时也是非常的担心，一直没有办法找到拯救它的方式。它的叶子掉到一个地步，我老公都说想要放弃它，但是还好我这个有母爱的人并没有放弃我们家的 Fiddle Fig， 而继续持续悉心照料它。终于有一天，它竟然从下面长出了新叶。当我发现它长出了一个新叶时，我把那一刹那解读为它终于认了我这个妈。接下来，请把您的注意力转向我身旁的这一棵 Dragon Tree。其实 Dragon Tree 也是它的小名，它的学名叫做我不会念。这棵树是我老公在 Costco 买的。他买下它的时候，我非常的不了解为什么他要买一个头发那么凌乱的一棵树，但是我老公就是爱上了它的大小，觉得家里放一棵很大的树，非常的有森林的感觉。而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猫，非常的喜欢咬它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下面的2棵小 Dragon Tree 是秃头的，因为每长出一片叶子就会被我们家的猫给咬掉。Dragon Tree 有一些人说对猫是有毒的，但是这个毒对我们家的猫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，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家的猫比较强大。看到没？这些就是被我们家猫咬到秃头的 Dragon Tree。你看下面这些新叶，就是它死里复活而长出来的叶子。OK， 这个角落终于介绍完了。我们家的植物真多，需要讲很久。请大家顺势把您的目光由上往下移，到我身旁的这一棵
Rubber plant tree 橡胶树。这棵树是在我老公最爱的店，不是最爱，第二爱的店 Home Depot 购买的。当时买它的时候大概只有这么高，所以从这边以上的叶子都是因为我而生出来的。紧接着，让我来介绍我身旁的这一棵 Regal Shield， 我中文就索性把它翻作为皇室盾牌，因为您可以看看它的叶子形状，神似一面盾牌。而之所以是皇室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平民盾牌没有人会想买，皇室盾牌比较有卖点。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植物是 air plants。我们家目前有3种 air plants， 一个叫做蓬蓬头，一个叫做海带，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况且就叫它菜头。Air plant 其实也蛮有情绪的，我们已经死了2颗 air plant， 现在终于有一点点养它们的心得。目前它们还活得挺开心的，大概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会给它浸水一次，然后一定要把它甩干，或者是动不动想到它的时候就给它喷水一下。但是 air plant 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因着天气而改变你照顾它们的方式。有时候室内比较湿啊，比较温暖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给它那么多水；有时候室内又干又冷的话，你就要一直要给它水。所以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麻烦，但是它们真的是长得太美了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内布置，就觉得随便一放就很有质感。真的就是越漂亮的东西越难搞定。相较之下，我们来看看我后面这2颗就没有那么的漂亮，但是它们真的很会活。这2棵植物叫做 snake plant， 它是同一个家庭的人，但是是不同的品种。它们曾经在6个月都没有人为它们浇水的情况下，还是活得非常的开心。Grace 的植物单元进入尾声，我最后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我身后这一棵 prayer plant。它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白天它的叶子是打开的，晚上它的叶子是合起来的，看起来像是一双祷告的手。我就借此祈祷一下。我知道2020年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希望大家的2021年能够充满更多的笑声。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家尽我们所能的，让身边的人因为你和我有被爱的感觉。哇塞，今天影片也太 gay 掰了吧！我自己录的都快讲不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些讯息真的是我发自我内心的讯息，但是我能够这样子把它讲出来，我自己都佩服自己了。那我就再次用那 gay 掰的声音祝福大家，2021年新年快乐。